就因为偷了一点东西，他被老大用铁链吊起来审讯，稍微回答慢了一点，直接被卸下自己的手臂。见他依然还不开口，老大觉得很奇怪，于是扯下衣服，发现小弟脖子上有一些奇怪的伤口。还没等他想明白是怎么回事，远处的杀手按下了按钮。任务完成后，光头来到酒店，他独自坐在角落，静静的喝酒庆祝。突然，一旁的美女跟他打招呼，并且伸出友好的右手，想要跟他做朋友。但是出于职业习惯，光头对每一个人都保持着高度警惕。他想都没想，直接拒绝了美女的好意。在回房间的路上，他先检查了一下冰箱里的武器，又仔细环顾着周围的安全状况。见没什么异常后，他打开房门，设下各种机关，最后走到阳台，用力地扯了几下绳子，直到感觉牢固程度合格之后，这才缓缓地放松下来，准备第二天的任务。光头之所以如此小心，是因为他从小就被神秘组织收养，并且被训练成冷血的杀人机器。他没有父母，也没有朋友，甚至连名字都不存在，只有一个特殊的二维码，就是他后脑的纹身47号。所以他从小就知道生存的艰难，不管走到哪里都异常的谨慎。但是无论再精密的行动，也难免会有意外发生。就在他准备新任务的时候，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。他仔细一听，声音越来越近。当警察靠近房门时，突然一只脚踩到橡胶上。47很快意识到了危险，他立马丢掉手中的电话。此时警察刚好触碰到机关。47抓紧绳子跳进了楼下的房间，接着他来到走廊，取出事先藏好的武器，拼命寻找着出口。但是走廊早已被警察包围，他只好来到电梯口，扒开电梯门跳了下去。还没等警察反应过来，两只枪口已经对准了他们的脑袋。47以为万事大吉，可以顺利逃跑，不料一个警察突然拦住去路，他趁服务员经过时，一脚踢开房门，冲到阳台，纵身一跃。逃走后，47陷入疑惑，为什么警察会知道他藏身的地点？他沉思半天，突然想起任务时遇到的一个女孩。总统为了权力可以黑暗到什么程度？他竟然收买杀手，在大庭广众之下去暗杀自己，结果被杀害的人是跟随他多年的替身。之后他又装成身负重伤的样子，在媒体面前表现出视死如归的精神。这一番操作过后，成功营造了他在人民心中的英雄形象。但是被收买的杀手就没有这么好运了，他将面临牢狱之灾。好在47经验丰富，得知事情的真相后，47拿起武器准备杀人灭口。但是当他得知女孩的身世后，一向杀人如麻的他竟然心软了起来，因为女孩和他一样，从小都是孤儿。47看着女孩，仿佛看到了另一个自己，于是他放下武器，带着对方从此踏上了复仇的道路。两人来到车站，敏锐的47一眼就发现了敌人，于是他假装逃跑，把对方引诱到地下室，不费一丝力气，很快解决了第一个敌人。接着他来到车厢内，神奇的一幕发生了，四人分别用枪指着对方，但是他们却不知道目标是谁。此时47灵机一动，他提议用枪没有意思，大家都是职业杀手，不如换一种方式。三人听后纷纷点头同意，于是他们同时放下了武器。殊不知47最擅长的就是刀战。他很快在车厢解决了2个对手，只剩下一个身强力壮的小黑。两人从车内打到车外，从轨道上方打到轨道下面，最后还是47更胜一筹，凭借多年的战斗经验，成功解决了对方。随后47带着女孩乘坐火车来到一座新的城市，因为这个地方有他寻找的目标，此人就是总统的弟弟德莱。47从朋友那里获得消息，德莱是个军火商，而且他的大本营就在附近的酒吧内。确定具体位置后，47趁着和女孩约会的空隙，他跑到厕所，随便抢了一个富商的现金，然后又淡定地回到餐桌，和女孩继续吃饭。两人有说有笑，聊得十分愉快。但是一转眼，47让女孩放下餐具，拉着他迅速离开了餐厅，因为他要用刚刚抢来的现金假扮成军火买家，混入德莱的大本营，从而进行复仇。光头提着一箱钞票，缓缓走到军火商面前，然后淡定地坐下。对方很快识破了他的身份，知道他根本不是来买枪的，而是另有目的。但是47根本没给对方反应的机会，他甩出皮箱，瞬间火光四溅，钞票被炸得漫天飞舞。此时酒吧一片混乱，47拿出武器，对着众人开始疯狂扫射。
凭借精准的枪法，对方一个接一个的倒下，最后只剩德莱一人存活。他一脸疑惑地看着47，明明和对方无冤无仇，为什么他要杀害自己？但是47不管这么多，拿起武器一枪崩掉了对方的脑袋。因为47知道，只有杀了总统的亲弟弟，才有可能逼他露面。果不其然，总统看到弟弟的尸体后，他立马要求公开举办葬礼。这样的话，便让47逮到了复仇的机会。不过考虑到女孩的安危，于是带她来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然后对她说道 I have to go. 女孩知道总会有这么一天，但她还是十分不舍，因为从来没人真正关心过她。和47在一起的日子里，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。47也感受到了女孩的心愿，于是看向她。What I do? 47说完转身离开，很快赶到德莱的葬礼现场，事先抓到总统的助手，把他绑在一个装有炸弹的浴缸内，接着拿出一个玩具威胁道：如果他不亲自下令对总统开枪，那不仅他会死在浴缸里，而且他的孩子也会跟着陪葬。看着儿子的小黄鸭玩具，助手无可奈何，最后还是选择了妥协。他一声令下，手下毫不犹豫地对总统开枪，可是子弹被厚厚的防弹玻璃挡住，总统有惊无险，在保镖的护送下撤离了现场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一切都在47的预料之内。他早已穿上警服，混到了警队内部，干净利落地处理完保镖后，迅速把总统带到办公室，甚至不给他们任何解释的机会，毫不犹豫对准脑袋就是一枪。47静静地坐在椅子上，等待警察把他抓走。可是众人成功逮捕后，总是感觉不太对劲，为什么杀手不选择逃跑？就在他开车要带47离开时，前方却冲出几辆黑色轿车，把他们围得水泄不通。警察见状，只好下车去了解情况。然而还没说话，他突然明白了过来，但已经为时已晚。回头一看，杀手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原来47是故意让他们抓到，因为只有在对方的陪同下，自己才能安全地撤离出来。如果被总统的手下抓到，那他必死无疑。所以等于是警察亲自救出了47。想通后的众人非常气愤，但是却又毫无办法，只能默默地接受现实。47逃走后，履行了自己的承诺，他找到那个女孩，不过并没有选择和她见面，而是用属于自己的方式，以一个杀手的手段，默默地守护着她。而当女孩看到杂志的那一刻，她知道对方就在自己的身边，因为47送给她的正是女孩最喜欢的葡萄庄园。